几位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师父当年的心愿，你们都忘了，可锦薇还记着。只是没想到，我们最后依托的，竟然是一个废物。几位，将军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是！昔日北篱八柱国之柱国大将军，琅琊军行一军侯，雷梦莎之子雷无邪，请全军退避。凝视脚下无尽的深渊。昔日北篱大都护，琅琊军统帅萧若风之子，琅琊王萧凌尘，请全军退避。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的心跳随着呼吸改变。下一刻开始，明德帝之子，琅琊王萧若风军属学生，永安王萧楚河，请全军退避。可他们都死了！北篱大都护，银翼军侯都死了！就剩下我一个金家大将军！楚河，儿臣在。宣旨。旨从何来？顾念，你宣。儿臣遵命。明德16年，琅琊王谋逆之案。明德16年，琅琊王谋逆之案。属孤，误判。父皇，您这是要下罪己诏啊！念属孤，误判。琅琊王萧若风为国为民，担心节律，却惨遭奸人陷害。琅琊王萧若风为国为民，担心节律，却惨遭奸人陷害。现奸人已然伏法，就案昭雪。此局势浩大，重入太庙，香火10年，圣旨不断。
现接人以伏法，就按招数，赐其谥号达，重入太庙，香火10年盛之不断。其子萧凌晨承其爵位，袭琅琊王，赐宣武将军，可重召琅琊旧军，并3军之外，直隶帝王。其子萧凌晨承琅琊王爵位，袭琅琊王，赐宣武将军，可重召琅琊旧军，并3军之外，直隶帝王。孤听信谗言，误杀爱弟，愧悔无地。每3日赴太庙相逢，至死方生。孤听信谗言，误杀爱弟，愧悔无地。每3日赴太庙相逢，至死方休。臣领旨。我父帅琅琊王萧若风，为平叛乱国之灾，自吾入狱。当年天启乘乱之夜，乃是我与父帅亲手谋划。我父帅为了国家安定，舍一身荣耀，于法场上自刎以定天下。尔等作为我父帅的马后之兵，不以将军之令为首，反兵至皇城，要谋乱天下，还配得上琅琊军3字吗？大将军，你怎么就这么不愿意做皇帝啊？圣上，父皇！圣上，父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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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德22年春，明德帝承认琅琊王谋逆案乃是误判，下罪己诏恢复琅琊王名誉。金甲大将军叶孝英引兵入天启，着新尽微服法，尽严失奏。后史称今日为琅琊兵变。父亲，行了，不必再说什么了。这一次是我输给那帮小子了。其实当时按照我的脾气，真恨不得踏平宫城，杀他个干干净净。父亲虽然骁勇，却不残暴。萧瑟早就看透了这一点。是啊，我看兵力，那小子宽人心，以至于我20万大军被几个毛头小子，再加上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罪己诏就给退了。萧瑟说，
如果当时父亲不退，那么如今天启城飘着的，便不再是萧氏皇族的神鸟大风旗，而是我们叶子营的军旗了。对呀，我当时手里握着刀的时候就在想，难不成把那些姓萧的都杀了，然后自己当皇帝？可是你爹杀朕杀人还行，哪里做得了皇帝？所以也就罢了。更何况当年王爷是自己让自己去赴死的，所以我就更没有仇恨的理由了。父亲，闺女，你爹老了。当年天启城一起奋战的那些兄弟也都不在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也就凭着这一口气撑着。现在也没了，没了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闺女，身体怎么样？啊？已经许久未曾发病了。我问过国师，他说西山上的高人留下的那缕真气护住了我的心脉，保我10年无碍。10年过后，高人大梦归醒，我便再去一趟仙山。那便好。闺女，我估计你这些年还不想离开天启，毕竟这么多朋友都在这儿，对吧？萧瑟那家伙，你是想做他的王妃吗？我和萧瑟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并无儿女私情。父亲，您误会了。那就是雷家那小子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和雷大哥可不一样。雷大哥当年还是挺会逗女孩子欢心的，那小子傻愣傻愣的。父亲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闺女啊，爹是在想，爹走了之后，谁来照顾你呀？父亲要去何处？傻闺女，这番事情之后，你以为你爹还能待在朝中啊？哼！明德帝不降罪于我，那是因为他不敢。我若不知罪辞官，那下面那些人总会以为我还想再打一仗，那他们连觉都睡不安稳。这样，你替我拟份折子，就说告老还乡。当然，也别急着给，等他1个月，让那些满怀鬼胎的人这个月都睡不踏实。嗯？父亲要去凤栖山。对呀，你娘就葬在那儿。参见父皇。你们来了。来，再过来点儿。这次的事情是你们2人一起商量的吗？他给我打了个谜语，我便赌了一把。你我2人自小一起长大，心思怎会不知？你明明是听了我那句话，才能做出这般奇诡的调兵的。
打开城门迎接叛军，派王离天军去挡2支秦王之师。亏你想得出来，说他不是琅琊军的内应，我都不敢相信。父皇，阻挠秦王之师一事，是儿臣一人所为，还望父皇莫要怪罪皇叔。几位，就是传说中白小堂，掌管天下机密的6大铁面关。哈哈哈，真是有幸啊，今天还能见到这么神秘的人物。莫多言。堂主你都见了，不必在乎铁面关。你手上那一纸联名，是目前天下最重要的情报，开个价吧。让卖家出价，未免太狡猾。我想要知道你们的筹码。白小堂向来价格公道，从来都会给最值当的价格。我来求帮我这个师弟，很容易，1条命，能给吗？白王殿下已经得到了明德帝的手谕，亲率大理寺查办此案。今日早些时候，他们去了红清殿，大监锦轩也曾去过那里。天启城大小官员共37名，均已派出死士寻找锦言的下落。以目前的形势，若此刻想出城，白小堂倾巢而出，也只能有70%的把握保他不死。70%不够。白小堂能做到的只有70%。白小堂给到70%，那是否有一方能给到90%？我是不是能够选其他人？锦仙公公的意思是，要开我们白小堂3言堂会。是。你们再去找2个人，加上你们白小堂，大家把所有的筹码都放在桌面上，谈一谈。3言堂会，来人不问，去人不顾，我们同意。但除了那一只手书以外的全部情报，谨言需无偿告诉我们。我如果不呢？哼，路在那里，你现在就可以走出去。我们白小堂什么都不会做，但不过1炷香的时间，你将会是整个天启城的猎物。锦仙公公是个聪明人。谨言，说出你想见的人的名字。白王萧崇，还有赤王萧雨。哼，有意思。为何没有永安王？哼，永安王应该没有理由帮我才对啊。倘若他现在见了我，应该立刻杀了我吧。殿下，帖子上写着什么？这个白小堂邀请我去参加3言堂会。参与3言堂会的人，不能透露谈判的半点内容，也不能暴露其他的参与者。如果坏了他们规矩，白小堂会对坏规矩的人找麻烦。被白小堂缠上，是件很麻烦的事情。不过这个3言堂会，我很感兴趣。为何？不费一兵一卒，就能拿到手书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而且，我已经能猜到另一个参与者的身份。我不觉得锦仙公公会选择他。手持朝廷钦犯做交易，白小堂的胆子很大呀。既然是3言堂，那么邀请的应该是3个人。我猜除我以外，其他2人是萧崇和萧楚河。没有我们？没有，谨言说了，你们是不会放过他的。哼，
谨言不成大器。看你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又有什么馊主意？若依，明日一早跟我去个地方。好。这些人真有意思，一有大事，都选择在这赌坊之中。千金台是个好位置，四处临街，临的又是小街，街道狭窄，人多且杂。若是试图在周围调集人马进行围攻，势必会引起巨大的骚乱，没人会这样选择，所以白小堂会选择这里。一个朝廷钦犯在赌坊里待价而沽，外面还都是要抓他的人。白小堂只管这三言堂会的进行，谁要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能保他一条性命，他就会选择谁。那人的万全准备必须有一条，就是能从千金台安全的离开。二哥，你来了。我判断没错，你也会过来。看二哥神色如此淡定，想必是有信心抢赢我了。赤王殿下，请吧。二哥，那我就先行一步了，啊？虽然我早就猜到此事是由锦仙公公在背后安排着，但我没有料到锦仙公公居然会亲自来此。即便是白小堂的三言堂会，所有人的去留都会保密，但你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些。我本就未想隐藏自己的身份。此事之后，若谨言得以平安，我自会向陛下请罪，辞去一切官职，去守那皇陵。就算陛下想取我性命，谨仙也不会有一句怨言。公公，可真是重情重义啊！不必说闲话了。我这个师弟想要一条活路，用他的一条命去换他手里的手书，殿下能否做到？只是想活下去吗？你不想去皇陵，做那个坐等终老的守陵人？你放不下如今的权势，做个漂泊江湖的普通人，你依然可以一呼百应。那些权贵依然可以跪在你的脚下，阿谀奉承。你是掌印剑，你可以得到的更多，为什么只是想活下来呢？不够的，我可以给你，只要你把那封手书给我，我保你1年不死。那1年之后呢？权势依旧。多谢赤王殿下，那就请在外面稍候吧。殿下此事有几成把握？9成。还有1成呢？二位公公做了错误的选择。世间之事，哪有那么绝对的事情呢？
谨言啊，你说了那么多骗人的话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什么话是骗你的呢？姬姑娘，请白王。告辞。白王殿下，我的师弟犯了错误，其罪当斩。但是我有一些私心，想为他求一条活路。可以。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谨仙想知道他活下去的方法。首先，他要先交出手书，然后会被废掉所有武功，投入天狱。我保证，他在狱中不会受到虐待，1日2餐，不必干活。不过，他也不能离开牢房。他不会有狱友，守卫也不会同他说话。日子虽然有些枯燥，但是也会有些盼头。若是碰上心地大婚或是天灾，会有大赦天下的。他是谋逆犯，虽然不在大赦的范围，但他头罪有功，而且主动上交手书，助我查案。我会说服父皇的。这就是殿下说的活下去。天狱里的犯人，只要判书上写着活下去，都会好好的活着。殿下有几成把握？几近10成。为何是几近？要知道，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。如果有人说他有10成把握，那一定是在骗你。你若相信他，你们都会死。谨仙明白了，多谢白王殿下。本王还有最后一句话要告诉谨仙公公：若是选择其他人，那本王有10成的把握杀了谨言。此次我携大理寺办案，大理寺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人，即使逃到天涯海角，都会追杀到底。本王也不怀疑，有人有这个能力，能将谨言带离天启。不过谨言接下来的日子的每一刻，都请等着大理寺的追杀。二哥，你出来了，谈得怎么样？你好像很有信心啊。你奉旨办案，筹码比我多，只是我和谨言认识的比较久，比你更了解他一些。选白王。我不想进天狱。不过是失去武功跟几年的自由，从天狱出来，你仍然可以过你逍遥自在的生活，他们也不会再打你的主意，我也可以护你周全。可是，为什么只是想活下来呢？你可以得到的更多。你是掌印剑，活下去不够的。没有什么可是。绝对不能选赤王萧玉。你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因为你贪心过重，执念太深，绝对不可以重蹈覆辙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可是，我不想
进天狱啊！天狱，你给他的唯有这个结局。他可比很多人更了解那个地方。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。可是这诡异夜鸦又在哪儿呢？吴昕又被关在何处呢？你跟我去找个人。谁啊？要叫上千落师姐和若依姑娘吗？不用他们去，就你我。萧瑟，我最近总觉得你怪怪的。怎么说？之前，不管是千落师姐还是若依姑娘，除非他们有事或者是不在，你都会叫上他们。而我最近发现，不管是沐春风也好，还是积雪姑娘，你都有意的避开他们，就只把我给带上。你知道我为何回到天启吗？因为天启是你的家，由此回家不是很正常吗？那你知道我当年为何会被逐出天启吗？这个我知道，是因为琅琊王案。没错。但如今琅琊王案已平，叶笑英也已经离开了天启。我当年想做的事情，如今都已完成。剩下的事，不久就可以了结。到时候你们会离开天启吗？萧瑟，我不是太明白。你知道我这个人想问题比较简单，你能不能稍微给我讲的简单一点？你们虽然继承了守护令，成为了我的守护，但难道以后我去哪，你们就要跟到哪里？琅琊王说旧案已平，你们的任务其实已经结束了。无论是大师兄，还是无锡，都是因为我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不能再为了救一个朋友，而让另外一个朋友陷入困境。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就明白了，是因为琅琊王案被平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守护职责也就可以到此为止了，剩下的危险就不想让千落师姐他们参与了。对。那我还有一个问题。说吧。就是你为什么要把本少侠给带着？那本少侠的命就不是命啊。这个嘛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因为本少侠很强。雷少侠说的不错。嘿，行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那你就可以放心了，我以后一定会和你一起好好保护他们的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怎么是你？我们又见面了。别惊慌，是我约他再次见面的。我们今天要见的人就是他，他可是暗河。正是因为他是暗河，我们才要见他。他当年参与了绞杀我姐的事。我来此之前，给你姐写过信了。其实这位苏家主与你阿姐颇有渊源。那我阿姐怎么说？你阿姐在信中说，这位苏家主虽是暗河中人，但是和普通的暗河中人不一样。虽是个杀手，但心中存有善意，所以我来见他。你阿姐没有意见。我并不想杀李城主，但有暗河的命令，我必须拦住他。既然我阿姐没有意见，那我也不必多说什么。苏家主做事有原则，我知道。但最近我收到消息，暗河众多杀手已撤出天启城，就连穆家家主穆雨墨也已离去。我还知道，萧雨炼制药人就是在白王府那天出现的。区区几个普通的暗河杀手，便能将长剑剑与新剑传人逼入绝境。不过当时苏家主并没有选择出手，而是选择旁观，并且还带走了一名药人。家主，救我！所以我推测，炼制药人一事，苏家主事先并不知情，这是萧雨和大家长擅自决定。之后，苏穆两家杀手不断撤出天启城，唯有家主已死的谢家杀手留了下来，更加证实了我的推断。因为炼制药人一事，你们苏穆两家也与大家长决裂。殿下确实聪慧过人，能仅凭一些零碎的细节，就能推测出整个事件的全貌。
确实如此，大家长没有告知我和雨墨，擅自让诡异夜鸦将大批暗河杀手练成了药人。那件事后，我们两家与大家长进行了几次谈判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你们两个以往合作无间，但如今苏昌河的所作所为，正在带领暗河走向覆灭。殿下邀我来此，就是为了证明这个猜测？不，我是来劝你跟我联手。联手？可如今暗河大批杀手还在大家长的控制之下，你若想救他们，凭你一人绝无可能。你若是不帮我，那些即将回归于暗河的杀手，我也会联系雪月城，对他们进行一场永不停歇的追杀。殿下是在威胁我？先以理服之，再威慑之。若我同意呢？我们联手除掉大家长，你之后与暗河成员回归江湖，我保证不再追究。但暗河以后只能作为普通门派，不能再以杀手的身份存在于世。又有谁生来就想做杀手？萧瑟，他这是同意了吗？他没有拒绝的理由。殿下，男爵太子敖玉那边派人传信过来了，他们的使者已经进入了天启，要你今晚相见。哼，这只狐狸，看到如今天启城现在的样子，终于是按捺不住了。好，那今晚我便去见。他们在哪里？城南，流仙楼。怎么偏偏挑了个这么远的地方？哎，若依姑娘也在啊。千楼生气了，说你们最近总是偷偷跑出去，都不带他。哎，我跟萧瑟能去哪儿啊？我们就是看最近天启城太平静了，让他带我去有意思的地方转一转。哦，那你们去了什么好玩的地方？我们都去了，那个萧瑟一定是带你去了万花楼吧？那里可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啊，对，就是万花楼。哎，那儿的花呀，特别香，特别美，特别温香暖玉。啊，对，温香暖玉。你个小夯货，这万花楼乃是天启城中最大的青楼。啊？哦，绝对没去过，我绝对没去过。我雷无节对天发誓，以雷家堡100年幸运发誓，我真没去过那个地方，我听都没听说过。怎么？去过就去过了呗，又不是第一次去了。这万花楼再好，比起美人庄，还是差了几分的。哎，天女蕊姐姐说的对，也不对，我真没去过那个地方，我说差了。行了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有些话要单独跟他聊。好。请坐吧。千金台之后，你说让我等一等，我在客栈里等了整整1个月，等来了狼牙军入城，也没有等到你下一步的计划。很快了。还要多久？就这几日吧，我随时会派人传消息给你。为何要等这么久？为了万无一失。况且我不希望蕊姑娘有危险。若是因为这件事让你负伤，那我便是对不起大师兄。若依姑娘，我真没去过那青楼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。我这跟萧瑟去了那碉楼小筑，喝了那儿的秋露白，还没有雪月城里的酒好喝呢。好了，雷无节，就你那脑子还逛青楼呢？我怕那些姑娘们把你当成白痴给你丢出去。别解释了，你就是扯了个谎。师姐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好啊，你承认说谎了？那你们到底去哪了？不，怎么又是个套啊？今夜有个好去处，雷无节，你去不去？若依姑娘去我就去。那萧瑟呢？
萧瑟他最近有些忙。现如今，他同他的父皇关系缓和了许多。今日宫中传来消息，传他进宫一同用膳，怕是去不了了吧？好啊，没他我也能玩得高高兴兴的。自从琅琊君走了之后，这天启城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尤其是当父皇烧了手术之后，我也轻松了很多。天启城的这场风要停了吗？似乎很多事情都已经结束了，可越是这样，我心中越是不安。对了，殿下，今日好像是花灯节。花灯节是近几年天启城新兴起的一个节日。每逢今日，城南的烟雨街上就会挂满五光十色的彩灯，五颜六色，好看极了。殿下，今日您若是有空，一定要去看一看。好。老板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我都要，都给我包起来。姑娘，太多了吧？不多，这些我全部都要买回去。好嘞。然后回去找那个家伙报账，气死他了。若一姐。都包起来吧。啊！我说司空姑娘，你未免也太小看我。你就算把这些都买下来，也气不着我呀。那整个摊子都包起来，送去雪落山庄。好，那就都包起来吧。好嘞。你是萧瑟吗？你是雷无姐假扮的吧？就问你，要还是不要？成霸道王爷了。开玩笑的，我呢，只要这个就当是我送你的了。夯号，据说这是天启的吉祥物，可保平安。你以后可要随身带着呀。好。不是说今天你要去宫里了吗？一个晚宴而已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哦，那你喜欢逛灯会吗？有时候喜欢，有时候又不太喜欢。又故弄玄虚了。你天天都说这天启城多么大，多么有趣，多么繁华，可自从来了天启以后，每天都拿着长枪打架。今夜还是我第一次来这天启城逛街呢。抱歉。以后啊，多带本小姐出来逛逛就是了。这天启城中还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城郊有座无望山，那里风景很好。夜市有条雪兰街，那里好吃的东西很多。如果想喝酒的话，就去碉楼小。知道了，你明天就列一个单子给我，然后每天带我去一个地方吧。行，小的知道了。乖。哇，这天启城竟然还有这样一处雅致优美的长街啊！今日这花灯节，风流才子，潇洒剑客，绝代佳人，更是欢聚一堂了。萧瑟就是一名风流才子，我就是潇洒剑客。若依姑娘和千落师姐就是绝世佳人。说的没错，不愧是去过万花楼的人，连说话都变得好听了。若依姑娘，我错了，求你不要再这样说我了。刘姐，天启城的事情就快要结束了吧？应该吧。琅琊王案也已经平反了，萧瑟最想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，
总不能一直待在天启城吧？那接下来你打算去哪里呢？是回雷家堡，还是去雪月城？我都不回，我要正儿八经的闯荡江湖一次。那书上说的好多地方我都没去过呢。就比如那100年前天下第一剑客施剑仙待过的九霄城，还有那剑仙独居一处的木梁城，西南道第一大城柴桑城，还有那天下第一书院钱塘十里郎当，我都要去一次。那带上我好不好？来，雷无极，你疯了！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雷兄啊，你看上去单纯懵懂，其实还是挺聪明的。怎么说？刚经历了2场精彩对决，顾剑仙的神采在众多剑士中堪比神人。可当气势正旺，顾剑仙想要求剑却无人问答，雷无极却冲了出来，一顿插科打诨，还立下了3日之约，把气氛扫得干干净净。顾剑仙想要营造的高手求败的感觉，就荡然无存了。还是叶姑娘懂啊。那3日之后怎么办？雷无极，你又该怎么办？今天上场的这3个人，我一个都打不过，尤其是那个顾剑仙陆清扬，差距很大。哪知道？但是他一剑斩了永安王的牌匾，这是在示威啊！不管我们去不去挑战他，他都会上门。与其让他主动找茬，还不如我们先挑战，至少这样还能什么？还能出个名白。哼，你可真是个妙人啊！无妨，没什么大碍，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。多谢先生。谢谢先生。小无双，小无双，这些都是我从萧瑟的药房里带来最上好的补品。你也知道，他这个人小气得很，搞到这些可不容易了呢。你是来求教的，废话少说，直接问。你是想问洛清扬的剑？哎，是的，这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说我也不可能把剑法现在练得比他还强，但是我要从他的剑术里面找找弱点，就能从弱点出发，出奇制胜，一招制敌。好，你问。那我就问问你啊，他这最后一剑是从什么地方攻过来的？4面8方。好，那个时候他的剑气何处最盛，何处最弱？无处不在。那这就没法聊了呀！这的确是这种感觉，跟洛清扬对剑和其他人对剑不一样。我们站在那片空地上，我却感觉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是属于洛清扬的，不对，是属于洛清扬的9个剑法。风是凄凉的，四处是苍茫的，我耳边隐隐有一个人在唱歌，而我有一瞬间很想哭。这便是剑仙所谓的剑势啊！他一剑便能画出一方天地，在那天地之中，他就是主宰。那就没有办法能破剑仙的剑势了吗？每个剑仙都有自己的剑势，这就相当于一个小世界。你要想打破这个小世界，便不能顺其剑意而为，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孤剑轩的剑势就是有那股凄凉之气。我明白了。孺子可教，竟聪慧至此。什么方法？我骂死他！这凄凉之剑，重在剑势。国殇剑一出，四面悲风，这是壮士高歌之时。此时气氛一到，我暴起怒喝：“呆！洛清扬，你这个老匹夫！你说你这个老匹夫没事来天启城瞎晃悠干什么？天启城发生的事与你何干啊？你早不来晚不来，非得现在才来，你还问见天启？天启城同意了吗？你把那牌匾也打坏了，你知道那牌匾有多贵吗？你给我滚吧你！”谢长，你说我这么一骂，
他还气不气凉的起来？气不气凉的起来？其实雷兄说的这番话，我觉得也是有一些道理的。谢先生，你不用顾虑这个傻瓜的情绪，有话直说吧。我不是安慰他，如果真的按照雷兄这么说去做的话，那么那股凄凉的剑势，的确是容易被挫败。当然了，骂归骂，骂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，也不可能骂人就能骂成剑仙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你们家的剑心诀讲究的就是垂养剑心。若是你能够闭关2日，以纯粹的剑心修其一剑，也是有一线机会的。先生说的对，我也正有所考虑。那我们先行告辞了，3日之后还请先生前来关剑。萧瑟，你说我给我那套剑法取个名字就叫骂剑诀怎么样？骂着骂着就把剑仙给赢了，是不是很霸气啊？但是我觉得我骂的也还不够霸气。你文字好，帮我想想吧。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吗？他可是冠绝榜上第1名的剑客，不输白领东军的绝世高手。所以我需要2日专心养剑嘛。哦，对了，萧瑟，我昨天只跟他说了3日之后见，却没说什么时间。算了，那我就干脆后天傍晚再来，这样也多给我时间养养剑。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没疯，我有我的剑，也有我的骄傲，我去学养剑心去了。这次看我一剑成名。去吧。走这儿。他要入剑心。不错，当年新月姑姑便曾养剑7日，最后1人1剑杀入法场。那他这样对抗洛清扬，有几分胜算？1分。比我想的还好些。都不到。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了？萧瑟，你应当劝劝雷无节。昨日无双差点死在顾剑仙的手下，他若知道你们的关系，想必要下手的更重一些。雷无节好歹也是雪月剑仙的弟弟，5大剑仙情谊深浅各有不同，但总归还有些惺惺相惜。就冲这一点，洛清扬应该不会对他下死手。这个傻小子，明知道要吃苦头了。或许这一战对他有益吧。若依姐姐，洛清扬再强，也不过只是一个人，更何况在这天启城中，要杀萧瑟，真的这般简单吗？萧瑟不希望别人因为他而受到伤害。洛清扬是来找他的，那他应该负起这场战役的责任，这是他从小到大的选择。但我们也可以有我们自己的选择吧。韩姨，你怎么突然从剑仙冢回来了，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？我怎么睡着了？你怎么突然反问我了呢？现在天气转凉了，当心染了风寒。哦，怎么样啊？在剑心冢那边，功力恢复的如何呀？已经恢复3成了，不必担心。剑心冢的消息太少了，我实在有些担心，就想回雪月城待一阵子。梦见他了？此刻若有他在的话，或许天启城的事情会变得简单一些。毕竟是我们雪月城的女婿了，应该替我们去打洛清扬。我听说洛霞她走了。骆明轩突然对师傅表达了那种情谊，他这个当师傅的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所以他就选择了一跑了之。那骆明轩呢？也追着他一跑了之了。总会追到的。
这师徒相恋在江湖中虽然也曾出现过，但毕竟还是很难被人接受的。爱情中，总需要一方先勇敢一些。只要有一方愿意勇敢，那他们的感情总会走到一起的。他就是那个比我还要勇敢的人。你说的那个他，是指骆明轩，还是赵玉珍？可如果当时勇敢的那个人是我，现在会不会结局就不一样？哎呀，都是过去的事情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天启那边怎么样了？这次我们不能去助他们战洛青阳，那他们该怎么办？我相信小瑟，他从蓬莱岛回来之后，我跟他聊过一次，他说他有一步棋，这步棋一定是洛青阳都没有想到的。萧瑟，军报，方才有军报传回天启了。什么军报把你慌成这样？男爵进犯我朝边境，1日之内已经攻下了我们3座城池。什么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是，偏偏他就是在这个时候。现在城中有孤剑仙问剑天启，边境又有男爵来犯，这一切又是萧雨的阴谋。嗨，别管是什么阴谋，我已命琅琊军全军戒备，准备连夜赶往边境御敌。想不到，前不久还兵指天启的琅琊军，现在又要替北离镇守国门，军中老将应该有所怨言吧？怨言嘛，总归是要有的。可既然肩甲上画着狼牙，就要肩负起我们狼牙的意志。哎，这几日我虽住在城外军营中，但那个什么孤剑仙的事儿，我听说了。你不必担心我，我自有解决办法。你有信心？我听说那个怒剑仙和什么无双城城主都已经败下阵来了。对，所以我打算去青天剑，让老天师为我开天剑阁。你要去求剑？不错。世人皆以为我是姬若风的弟子，传习他一手无极棍，就以为我的武功是棍法，但其实我的剑术凌驾于棍法之上。可即便是当年副帅，也没有办法突破那座剑阁呀。总得有人去试试。你来守国门，我来定天启。你要开天剑阁？对，麻烦国师了。今日为何你那位雷小兄弟没有来啊？若是到了关键时刻，得有人替你护法才行啊。国师不愿替我护法吗？实在惭愧，自打海上仙山一战，老朽便受了重创。原来如此。我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国师，他入天剑阁，我来为他护法。好。怎么，前几日才说答应我一块儿，现在又自己单独行动，说话不算话。来来来，殿下这边请。这儿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千洛姑娘去过剑心冢，这简直跟那儿一模一样。难怪啊！先代剑心冢冢主曾经来这里参观，后来便回了剑心冢，造了跟这儿一模一样的剑阁，只是没造那道门。因为他即便造出了这道门，也造不出这门内的那个事物。萧氏子弟萧瑟前来天剑阁求见，请赐教。这么简单？ 100年前，
花罗公主的佩剑落花剑。哈哈哈。据说花罗公主生前最喜欢俊秀小郎君，故而单靠长相也能收获颇丰。这回，我可真的要走了。这么着急啊？你就不多住几天再走？天启城如今大势已定，狮王府已被查封，那诡异夜鸦也已经伏法。月姬我也治好了，你们稍后把他送去寒水寺与明侯重聚即可。这里没有我的事了，我当然可以走了。那你直接回天外天？我先把母亲送去木良城，待她心情平复之后，再回天外天处理一些琐事。等一切落定之后，再来找你们。小瑟，我们去那边等你。怎么不说话？我在想，就你这个样子，怎么做那域外宗门的大宗主？你在他们面前也是这个样子吗？你想象不出我当大宗主的样子，我也想象不出你以后做皇帝的样子。不过说真的，你现在距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。我想问问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说实话，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，我给不出答案。教你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待到那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，你把门一关，在那个位置上坐一下，然后当下的想法，便是你心中真正的想法。听起来有道理，我试试。走了。汉与君重逢。小叟，我们和吴昕还会重逢吗？会。参见父皇。你来了。父皇，你怎么把他放出来了？啊，如今老妻已经死了，锦轩嘛，也很快就要去守皇陵了。他是陪着姑一起长大的，算姑求你，饶他一命。儿臣不敢。刚才小神医跟姑说，姑有2个选择，一个呢
就是可以活下去，能至少保1年的寿命，但是不会再下冰榻，也可能再也没有清醒的时候了。再有呢，就是姑可以重新拥有正常人的生活，但或许只有3个时辰。你们猜，姑是怎么选择的？大胆滑稽，怎么敢让陛下做这样的选择？哎，莫要怪他，这是姑自己做的选择，乃强迫医者华锦所为啊！华锦救姑于危难之际，赐黄金1万两，天启药炉2房，封太医院副医正。若未传召，可不入天启。多谢陛下。对了，青州穆家3公子穆春风救姑有功啊！赐雪松长船1架，就叫春风号吧。啊？谢陛下。姑年轻时和你父亲曾饮酒作疗啊。你父亲呢，野心很大，他能够允许你来天启，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学医呀。他想要什么呢？1架长船，恐怕是不够的吧？让你这个朋友做皇帝，够不够啊？父皇，愿意当皇帝吗？哎呀，当年呐，先皇也是这样问姑的。姑当时是这般回答的：皇帝是由天选，不由人选，想不想都没有意义，只是看那一刻有没有做好准备，负担这天下。姑的这个皇位呢，不是天选的，是那天晚上提着刀抢来的。可是你呢？你是真正的天选呢。听说天斩宝剑都现身了，那么这件事物，你要不要也给众人展示一下呀？父皇，您刚才的问题我还没回答。姑还没有死，姑还是天下的帝王，姑做的任何决定不需要回答。可如果这上面的名字我不满意，我会撕了的。那天下就会大乱，你不想看见大乱，姑也不想。上面的那个名字，你满意吗？金轩，这个你保留着，不许打开，事后交由钦天监保管。是。都下去吧。楚河，你留一下。
你小的时候是个从来就不怕冷的孩子，还记得吗？有一次天启城下了很大的雪，连路都很难走。可是你呢，非要去玩马踏飞雪，就一个人骑着马围着天启城转，结果迷路了，一直到了天黑才被蓝月侯给带回来。过去看你，你的手还有耳朵都冻伤了，可是你呢，还兴奋地嚷嚷着第二天要继续。记得。结果第二天儿臣就病了，那场病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儿臣还记得，父皇那几天一直陪在儿臣身边。顾心里害怕呀。为这个事儿，顾几次责怪自己，为什么要看折子？为什么不陪你去呢？否则的话，你也不会迷路，也就不会冻伤了。儿臣那个时候，半睡半醒之时，看到父皇陪在身边，儿臣觉得心里特别踏实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因为在儿臣心中，父皇您才是唯一的神明。儿臣这么多年学兵法、习武道，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用自己手中的武器保护你。哎呀，楚河呀，如今你也是20有余了，你这几个皇兄皇弟都有成婚了，你呢？将军府那个叶若依怎么样了？他从小就给你叫好。叶孝雍啊，虽然告老还乡了，但是呢，仍有君侯封号的。儿臣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哦，呵呵，哪家的女子？羟县司空长风之女，司空千落。朱雀石啊！呵呵呵。哎呀，朱雀石是个很有意思的人。他妻子很美，想必他女儿那也是个美人呐，啊，挺好的。哎，就是江湖上的人嘛，心太野，待不住的。比如宣妃。哎，宣妃走了吗？走了。走就走了吧。你那个姓雷的兄弟怎么样了？无大碍，受了点轻伤。他不想做官吗？不想。他只想做个大侠，然后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哎呀，比他父亲聪明。父皇，父皇怎么在说笑了？哎呀，楚河，你说，如果顾当年不顾一切让若风活下来，那么现在会是什么样？父皇，
人生都有岔路。当我们做了选择，选了一条路之后，就注定看不到另一条路的风景。无论是仙境还是深渊，都无从得知。哎呀，狗太乏了，该歇歇了。哎呀，走吧。嗯，是，去吧。800里加急！慌慌张张干什么？军报！叶小鹰起兵叛乱，统领琅琊王旧部往天启城杀来啦！萧瑟这小子果然全部预料到了。圣上昏睡过去了，这一睡又不知道是几日。这琅琊军一路北上，势如破竹，这些驻军们根本就无法阻拦他们。可父皇偏偏此刻病倒，这一切真像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棋局，而我们都是被困在其中的棋子。那你可想到什么办法了？我派姬雪过去了，他应该很快就会见到萧凌晨了。你想让姬雪去说服萧凌晨？你说，若此刻萧凌晨说不打，会有什么变故？他会被我的父亲绑在马上，灌上哑药，就算压着，也要让他去上战场。你说的对。那你为何还让姬雪去寻他？但是我要知道他真实的想法。这北离的月亮，不如我们海上的月亮好看啊。怎么不如了？我们海上的月亮又大又圆，这北离的月亮呢，看着有点血色。你觉得呢，姬雪姑娘？你还认得我？当然认得，毕竟你生得这么好看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跟着你跑，你做什么我做什么。但是你好像只喜欢跟着他现在叫萧瑟。怎么，他派你来的，想劝我退兵？那你会退吗？自然不会啊！我必定马踏天启，直指泰安殿。这真的是你真实的想法吗？我父琅琊王萧若风在上，赐萧凌晨句句真心。东邪，萧凌晨这个人你还记得吗？自然记得，这小琅琊王自小住在军营当中，染了一身草莽的习性，每次大宴的时候站在贵族中间，一点都没个皇室贵族的模样。几日之后，这个一身草莽之气的小琅琊王便将登上帝位了。此事真的这般容易？还差最后一步。哈哈哈，哈哈，不差了。看来王爷对我很有信心呐。看你笑那样，本王和大剑让你做的那些事情，你可办妥了？
我已经说服我师父卓心公公，他老人家愿意为我们出山。哎呀，可费了我好一番口舌呢。你师父卓心是上代5大剑中唯一还在世的，由他做接下来的事情，最为合适。不过还有一样东西，朝中百官相迎的亲笔联名手书，已在身上。那个最重要的人，也已经写下了他的名字。这般顺利。看来琅琊军一路势如破竹的杀来天启，已经把朝中百官杀破了胆了呀。但我有一件事情，觉得略有蹊跷。你是说蓝月侯那边？据大剑所知，王离天君的虎符一直在蓝月侯手中，如今琅琊军近在咫尺。200里外的王离天君应该迅速调入天启城中才对呀。萧楚河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皇叔莫要着急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好，我给你时间。那你告诉我你需要多久？如今秦王令已发出，其他2军何时支援天启？3日之内便能到达天启，但琅琊军只需2日。如果我们现在把王离天军召进城内，只需抵抗1日，便能等到援军。到时候内外联手，便能平定这场叛乱。真的会这么简单吗？为什么2军来支援的速度如此巧合，不快又不慢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？好，我再等你1日。1日之后，我会亲自率人出城，去迎那王离天军。多谢皇叔信任。殿下，藏明虽然看不见了，但也能感受到殿下心里十分烦忧。刚刚得到消息，蓝月侯依然没有去传王离天军。王离天军的李将军已经发了3份军报，也没有得到入城的许可。这王离天军反而更着急了。他们自然着急。不入天启，他们就要正面迎上琅琊军。王离天军已经10几年没有打过1场仗，如果正面对抗，只会被打成肉泥。殿下，你说此事会不会是永安王那边安排的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永安王自幼便长在琅琊王的军帐之中，与萧凌晨、叶笑英都交好，而且蓝月侯现在明显是站在他那边的，不让王离天军入城，而让琅琊军轻易攻城而入，是否会是他的打算？你会杀了千百人，只为救1个人吗？这要看救的那人是谁了。他是琅琊王，受万人敬仰的护国英雄，也是老六最敬重的人。如果杀1个人能为他翻案，但这个人若是无辜的话，他也不会这么做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会觉得手上沾上一滴不义之血，便是玷污了琅琊王，所以他更不会以天下人为代价。王离天军不出兵，只有1个原因，就是他觉得此行不可。不下了。怎么说，我的棋也算是得了阿爹的真传，
就是下不过你。你呀，就是太急了。有的时候不要着急认输。虽然这棋局看上去败相尽显，但也只靠一步棋就能反败为胜，神转。我怎么看不到啊？我也没看到。这外面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你们居然还在这里下棋，这要是被蓝月侯知道了，怕不是要被气吐血。哎呀，若依姐姐，萧瑟就是喜欢故弄玄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呀，肯定早就有主意了。这次你可说错了，你看这棋局，就跟现在的天下一样，一团乱麻。我见到萧凌晨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他这次来就是要马踏天启，直杀太阳殿，而且还是当着他父亲的在天之灵发的誓。没了。他最后还说了一句：“我萧凌晨身负琅琊王之血脉，又岂有后退之理？你萧楚河承袭琅琊王之衣钵，又岂有不战之理？”完了完了完了！他之前看起来像是跟我们一伙的，现在看来是要跟我们不死不休了。身处险境，方可绝处逢生。神转之棋，我找到了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是的。他脑子是不是有病？据我所知，是没有的。他人呢？为何不自己来见我？他说怕侯爷听了拔刀砍他，就先溜了，去白小堂那儿了。怕我砍他？我明白了，他和叶笑英和萧凌晨是一伙的。我刚听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。他为何要这么做？萧瑟说：“求您信他。”信他？这要错了，可全完了。可就算对了，也不一定会赢啊。蓝月侯已离城而去。亲自去传唤王离天君，看来他终于是忍不住了呀。殿下，龙邪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我觉得如今我们做的这件事情风险很大，很多事情都可能变得不受控制。首先，琅琊军进城，我们便已经陷入了危险的境地。其次，如两军联手，仍不是琅琊军的对手，当如何呀？哼，打仗本来就是一场赌博，在离桌之前，谁也不知道结果。但有的时候，就是得搏一下。我萧雨从小到大想要的东西都是靠自己抢来的，我不怕输。守军，天启城就在眼前了。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叶师叔，距离我看到这样的天气已经很久了。不久，不过是大梦一场，苍龙梦醒，便该震侯。师叔，你的这些话是我姨告诉你的吧？昔日叶师叔征战沙场，叶姨白衣剑舞，堪称绝世啊。你不在了，但那白衣还在。世侄，你能回来，我很高兴。师叔，那两支军队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出现？我已经做好要大战一场的准备了。姑明白你派军拦他们的意图。如今姑病重不起，
社稷动荡，军中难免会有异心。你这次的行为，避免了多方的冲突，没有折损北离的英勇将士，做得很好。父皇，两军之中定有人与其勾结，还望父皇严惩。好，孤会让乐离去查的。凌晨，你在殿前的所言所行，很有你父帅当年的风范。我只是秉承我父帅的意志罢了。若凌晨真的谋乱拿了皇位，以后到了下面，我父帅见着我，非得拿起马鞭抽死我不可。更何况我这性格当不了皇帝的。哎，那什么性格适合当皇帝啊？比如圣上您这样的性格，心思重，性格稳，考虑的也周全。我父帅太潇洒了，做个将军还行，当皇帝嘛太累，所以他当年放弃了。我也一样，皇帝是这个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但同时也是最有枷锁的人。那些死太监把宝压在我们父子二人身上，也是看错了我们。哎呀，当年我们兄弟二人，一个为君，一个为帅，本以为北离的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，可以长龙制胜，却没想到反被他人利用了。你父帅的事，顾这些年一直都很自责。圣上的确应该自责。说下去。那件事我如今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。当年我父帅军功累累，天下归心，军中有很多人，包括大将军叶孝英在内，都想推动他来当皇帝。尤其是那次从南绝大胜归来之后，10里长街铺满鲜花，万千百姓夹道欢迎，军中已经有很多人在蠢蠢欲动。于是便有奸臣找出了当年的那封卷轴，想拿此来做文章。据说已经和军中许多将领都在密谈，只等一个时机，便让我的父帅黄袍加身。最后我父帅宁愿赴死，选择自污余身以定朝纲。但是为什么圣上您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呢？我明白，这是你们君臣之间的默契。你清楚他的打算，他明白你的心思。可是当年，其实还有第二种办法呀。你们可以找出那些想要作乱的臣子，一个一个都杀了。你可以和我父帅一起坚定地告诉天下：没错，卷轴上的名字是萧若风，可那又怎么样？皇帝依然是萧若锦，琅琊王依然是萧若风，这是你们二人做出的选择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同封卷轴不可以，天下人也不可以，可是为什么您却做不到呢？因为那么做有风险，那样做会让您的皇位不稳，它会严重影响到天启城的安定。那些在夺嫡之战中败落下来的王爷们，随时会兵至天启，朝中反对您的大臣们也会伺机而动。圣上，凌晨说的对吗？没错，你说的都对，所以姑这些年一直都很愧疚。姑可以自己骗自己，说这是若风的选择，也可以对自己说，总有一天要为若风平反，在太庙为他重新供奉一个牌位，
可是直到你们踏入皇宫的那一刻，宫都还没有做过这件事。我父帅心里一直记得年少时与圣上的约定，可是后来圣上却忘了。我不知道圣上今天叫凌晨来是想说些什么，但凌晨想说的便是这些，而凌晨想听的也不是一些类似后悔的话。圣上要是没有别的想说的，凌晨便先走了。我理解我父帅的打算，但并不代表我能原谅这件事情。我失去了我最亲近的人，无论如何，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我都没有办法原谅。江山也好，社稷也罢，皇位也不过如此。凌晨今天过来，不是跟你叙旧，也不是来邀功的，只是这么多年，有些话在心底里不说不痛快。凌晨没有办法跟天下人说，凌晨只能跟圣上您说。也希望圣上可以谅解。明白。姑还有一件事要问问你啊，这一次姑该如何选择啊？圣上，其实很简单，您最痛恨哪位皇子，就把皇位留给他。皇上这个位置啊，注定是孤家寡人，做不痛快的。这个回答，姑倒是没有想到啊。凌晨的话，你也都听到了。过去的事，便如他所说。儿臣清楚了。当年，姑害怕那些乱臣再打你的主意，所以一狠心，把你贬出了天启。你不要怪姑啊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儿臣结识了很多朋友。这些才是你值得依靠的朋友，就如我当年依靠若风一样。这些年，姑一直都在想，当年在法场，若风看我的眼神，你猜，姑看到了什么？那日儿臣并不在场，不过我猜，你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失望。他在百姓的眼中是神人，他在百官面前是圣人。可是当朕下令斩他那一刻，他一定对我这个哥哥很失望吧？父皇，说，儿臣有事也想问，但是怕说了之后你会难过。说吧。既然今日把你们都唤来，就是要你们说完当年的那件事。说吧。我在想，当年的情势是否真的有那么紧急？从琅琊王被诬入狱，直到问斩，这之间的时间过得是不是太快了？倘若不斩他，真的会引起叛乱。那叛乱真的有这么容易爆发吗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么那些人又怎么会任由他被杀死呢？你说了凌晨不敢说的话。祝贺，
你很好啊，这么多年，你是一点都没变呢。是，姑那么快就杀了他，是因为姑惶恐啊。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姑在那一刻成了被捆绑在皇位上的人，知道吗？多谢父皇解除儿臣疑惑，儿臣告退。姑对自己也很失望。这一次输得太彻底了，太彻底了呀！殿下，本王本想着，此一番天下必定大乱，最后两败俱伤，只等我们坐收渔翁之利。可最后，不管是天启城还是琅琊郡，全都安然无恙，可笑，可笑！是我失算了。不是因为萧凌晨，是因为萧楚河。他让王离天军离开天启城，去拦上下两支秦王之师。我方才收到洛成军的信。他说，领兵的一身绿衫是叶孝英的女儿叶若依，他们还以为叶若依是叶孝英派去的。便是萧楚河的这一招棋，就让我所有的部署都功亏一篑。殿下，这输了就输了吧。不过，这次纷争之后，还有一些东西留了下来。你是说百官联名？本以为这件事情终于落下了帷幕，可是当我听完所有的事情，还是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溜走了。简言手上那份名单。简言公公手上有一封琅琊兵变的所有朝廷官员的名单。可是这也是为什么萧凌晨率领20万大军可以顺利到达天启的原因。有这份名单，相当于扼住了那些官员的咽喉。要不咱们也去抢抢？我看你最近心情不错，倒是学会开玩笑了。毕竟已经了却了一桩心事。不过这件事我可不是开玩笑。这份名单若是让萧雨拿到手，他必定再起波澜，利用这份名单威胁那些官员为其谋事，绝对不能让他拿到。如今这天启城中全城戒备，谨言逃不出去，就得找个地方躲。你猜他会躲在哪儿？莫非他会去找那个如今天启城中唯一在乎他性命的人？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，杀死锦玉的不是我，也不是谨言，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。你这是在抄诵经文呢？为了锦玉有心了，你为何抄送了2份？另一份是给锦薇的。锦薇和我们兄弟一场，也是应该的。小时候，我不常与你们在一起，而谨言又一直跟着卓心公公。其实，你、锦玉、锦薇3个人是一起长大的吧？所以我要为他们报仇。
锦玉的死的确有蹊跷，尚有仇可寻。而锦威死于谋乱，又能找谁去报仇呢？琅琊军能够这么顺利进入天启城，恐怕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吧。这一切的背后，我总觉得有一双手在推动着发展，而锦威他们只是一颗棋子罢了。朗朗乾坤，青天白日，二位王爷好生悠闲，不去办公，来这赌房干什么？萧楚河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既然来这赌房，自然是要参与赌局。你们有人微直，有人幼稚，而我就不一样了。你哪里不一样？我要掀翻这赌桌。锦仙公公别紧张，是我。我记得我们的名单里，并没有永安王殿下。可你们的名单里有白小棠，而我们白小棠便可以由永安王殿下来代表。说的不错。你一个朝廷钦犯，在这里大会王爷和代大理寺卿，你胆子够大。不过我倒是可以理解，你现在破罐子破摔，千军万马独木桥，此时心中唯有一个念想，那就是活下去，对吗？殿下有何高见呢？不用去天狱，不必再被大理寺追杀，开开心心的活下去。殿下能做这个主？我自然是不能。殿下有话不妨直说。果然，锦仙公公还是个聪明人，虽然我不能，但是他可以。这是免你罪的手谕，看仔细了。看来，派你来的人是陛下。谨言本就是掌印剑，你应该对这上面的写音最了解了，对吧？我要你随我去面圣，带着你最宝贵的、外面人都想要的东西。看来他们都看错了。这个世界上果然有一个人，可以给谨言10成的希望，而且不是骗他的。可是他们没想到，他会站出来。锦仙公公，这是想做个选择，也好。我最喜欢这种场面了。一旦上了赌局，我一定会让对方别无选择。我们选你。不愧是锦仙公公，从未让我失望过。那我们这就启程。殿下可否安全地带我们进入皇宫？我身后有一位天才少年剑客，一位未来的女枪仙，门口还有虎贲郎守候，再加上白小棠的护卫，这还不够吗？那就多谢殿下了。甭客气。各位，愿赌服输，承让了。诸位，谨言已经选择了永安王殿下，
按照我们先前的约定，还请诸位暂时离开千金台，1日之内，不得再靠近这里。萧楚河，哎，别这么大声喊我名字。哼。你给了他们什么条件？我如果说，我给了他免罪的手谕，你信吗？不得不承认，你永远比我多想一步，这点我不如你。此事，姑已经交给你的二哥去查办了。父皇让二哥去办此事，是因为需要有这么一个举动，来安抚朝野上下的心。可若是二哥真的查到了呢，并且把手书呈上来了，那这份手书该如何处置？难道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宣读上面的名字，治他们的罪吗？你需要什么？我需要一份密旨，一份赦免谨言死罪的密旨。啊？以前我因为身体不好，所以不能出远门。在认识你们之前，我只在天启城和雪月城住过。现在我身体好了，便可以出去走走。其实我也有一个侠客梦呢，要不我去剑心种那儿求一柄剑，怎么样？好呀！傻小子。千洛，你之前问过我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问我，待这里的事解决之后，我会……哇，好漂亮啊！先看烟花吧，有些事也不急着说。又故弄玄虚了。好美啊！雪月城每年也能看到烟花，可远不如天启城今夜所看见的。确实很美。如果这天启城每日都能如今夜一般，那该多好。这天启城本来就是这天下最美的城市，最烈的酒，最快的马，最美丽的女人和最风流的少年郎，在这里都能找到。流浪侠客能够看到自己的前程，落魄书生也能找到自己的仕途。但这里同时也是最坏的城市，光鲜亮丽的外表下都是阴谋诡计。不过萧瑟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若是个简单的人，看待这座城池，便是它最美的样子。”我怎么听着不像是他会说的话呀？你不知道吧？以前的萧瑟可是跟雷无杰很像。啊？我会跟这个傻子像？不过即使再好，这也只不过是一座城罢了。说得对，那再好也不过只是一座城罢了。咱们就快些把这城中事情了了，我还要回到那江湖去呢。回江湖做什么？那自然是修炼剑术，成为那剑仙。既然如此，咱们就去那九霄城，曾经的施剑仙的所居之地，如今北离唯一能被称作剑城的地方。九霄城。千洛妹妹，我们去放河灯吧。哎，我可以去吗？你可不能去，这是我们女孩子之间的秘密。我也去。走，走啦。雷无杰啊，我们该动身了。老板，来2盏河灯。好嘞，谢谢。千洛，这便是河灯。传说在上面写上自己喜欢人的名字，
若你喜欢的人也放了河灯，那么两盏河灯便会相遇。哎，来，姑娘，写上自己心上人的名字吧。忘记告诉你了，我有谢绝你。啊！赤王已经离府了。是的，往城南去了。白小堂弟子很快就会动手，今晚就把这些事情都画上一个句号。听说天启城每年都有很多灯会可以看，不知连公子何时有空，可否带我也去逛逛？若是有幸，自然愿意。你可知带一个女子去看灯会是什么意思吗？你是不是也喜欢上我了？蕊姑娘，我们还在执行任务，随时可能有敌人出现，请你专注一点，不要开这种莫名其妙的玩笑。莫名其妙？玩笑？连公子啊，你可知，在美人庄中有多少人想跟我开这个玩笑？真是不解风情。任务完成之后，你要回雪月城，我也要回美人庄了。下次再见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你还满脑子想着任务。师尊交予的任务必须得完成。蕊姑娘，若是想来雪月城的话，唐年自然会好好招待。雪月城的灯会或许比不上天启城的，但是雪月城的百花会，你一定会觉得很有趣。傻瓜啊！我是雪月城安排在外的探子，我若回雪月城，岂不是要暴露身份了？哦。当年三城主救我一命，我报答他入雪月城。我曾问过他，何时才能抛开现在的身份，光明正大的行走于天下间？他说什么？他说只要我遇见倾心之人，他以真心相待，与我结发为夫妻，我就可以恢复自由的身份了。连公子说要带我逛雪月城，那么你……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刘贤，快到了吗？殿下，快到了。他们为了避人耳目，特别选择了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。敖玉那个家伙，行事向来乖张无度，没想到也有谨慎的时候。殿下，有人拦路。糟了，中计了！哼，还真的有人敢当街刺杀当朝王爷。应该是永安王那边的人，赤王殿下那边需要您快些过去解围，不然恐是有性命之忧。永安王，看来这一次是入了你的圈套。你故意引我出来，
是想杀我？我大师兄因你而死，雷家堡主雷千虎因你而死，玄剑仙赵玉真也因你而死，所以你当死，我自然要杀你。就凭你一个人？我当然知道你不好对付，但我也不是一个人来的。沐雨，你居然和他联手！大家长，还请回头。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要和你交手。当你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，就应该猜到，我们之间必然会有此一战。我们本来就是活在黑暗下的人，我以为你不会在意这些。你说过，此次形势虽为黑暗，但会带领我们走向光明。可我看到的，只是为了自己的权悦，将族人们一个个派去送死。也罢，那就你走你的鬼门关，我踏我的断魂桥。